帅哥开本田啊 ！Hello， 大家好，又是艾德，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并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辆本田 Integra。Integra 呢，其实在本田里面呢，它的历史蛮悠久一下的。它跟 Civic 的不同定位啊 ，Civic 比较主打一点年轻人，比较跑风一点。那么 Integra 呢，它的主打呢还是比较家用，又可以有一点运动型的。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车主 Willow， 你好 ，Hello。这次拍到你又是关于到本田啊，之前在我这个频道是 Civic FV 2.0，还有在吗？还有来买多一辆 manual 车来玩，好驾吗 ？manual 爽很多，raw 很多，对，很 raw。像以前你考来生是考 manual 还是 auto？ 考 manual 的啊，以前叫 Viva。哦，你考车叫 Viva 的？叫 Viva 的。啊，这样你比我新一点好了，我叫干舅哎。那个牙好像不懂进道没有啊，然后看好像很难抓的。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辆 Honda Integra， 代号为 DB8 的。以前哦，其实本田打造 Type R 的时候哦，第一辆车叫 NSX 嘛，太受欢迎了，可是太贵了，很多人买不起，所以他从 Integra 呢先下手，所以他从一个普通家用的车下手成为一个 Type R， 所以第一辆家用版的 Type R 就是 Integra， 然后再来出来就是 Civic Type R EK9 了。它从1995年到2001年之间的这个 production 是一个前驱车，当时是配搭着 B18C1， 这个是 GSR 的哦，然后 Type R 是 B18C， 动力有200匹，这辆的动力是170匹。Integra 的定位呢，它是一个4门版本。相对 DC 度来说，它更加适合家用，所以很少见当年 Type R 是有4门的。对，4门的很少。EK9 都是2门嘛。马来西亚应该没有几辆。刚刚买不久哈，大概是今年的2月刚买。然后买了之后有做任何维修吗？水箱做了 engine 一点点的那种 timing 啊，那种全部换完了 ，caliper 全部换了 GK5 的，就是为了装那个 endless 的 brake 下去。因为原装的很难找啊。原装的很难找，对，真的。这辆 Integra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后面不会放厂徽，反正印在它的 bumper 这边哈，可以看到 Integra， 它还是一个无边框门哦。这个是当年 Civic Type R EK9 是没有的啦。车头呢就跟 DC 度长得很像，这个洞口啊真的很像 EK9耶，可惜它也是没有开动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红头机好不好？这样看下去啊，其实跟 Type R 真的是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它的水喉哦 ，GSR 不同哦，它在前面的。你们的 B16啊、B18 Type R 都是在后面的，这个在前面的，不一样啊。水喉买回来不对，要改一点点。就这辆车还是原原装装的引擎嘛？原原装装，没有改过任何东西。它的代号是 B18CE 啊，这款引擎是来自一个1.8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可以产生170匹马力，还有174个牛顿米的扭力。比 Type R 呢就是少了很多 ，Type R 是200匹啦。变速箱呢换了来自于 DC2 的代号为 S80的变速箱，所以它 Final Drive 是4.7的啦，换了 K&N 的 Open Board Air Filter， 升级了一个 Radiator 咯 ，Synergy。Intake Manifold 也是不同的，它好像比较粗啊 ，Extractor 也是一样原装的。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喷油的一个 filter 啦，后期还可以加一个 Air Catch Tank。这辆车的 Power Steering 还是走 pump 的。Aircon 也是，这个是对头头的问题，这个最怕它坏。它没有 signal 的，它坏就坏，死在路中间。买 half car 回来你又不知道 condition 怎样哦。而且这里哦，如果是Type R的话要1000多块，不便宜啊。2个月换一粒我都头痛。Clutch pump 全部都换过新的了。Gear hose， 这个 clutch hose 也是 DC5 的，之前也是很多DC 都这个绝杀那种啊，很多都坏这个。因为太久了，它时间老化了，对。前面这个原装还有疤的哦。原装就有疤，然后后面底也是有疤。换了 BCBR 咯 ，BC Racing， 条没有很低哦，3根手指哦。对，因为要拿来 daily。换了一个 Spoon Rim 啊，1955 25寸，前后都是一样的轮胎尺寸。Toyota 的 TR1， 这款车的后面有后刹车卡钳的哦。Exhaust 有换过吗？木根的 Twin Loop 不是 Ori 啊 ，copy 的啦。这个钥匙其实长得还特别一点，你知道 EK9 的钥匙是这样的吗？对啊。EX5 看过吗？一模一样。尾箱空间在那个年代来说，又有这样的性能，又有这样的空间。这辆车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这个驾驶座位了，几乎没有什么腿部空间了。中间还有鼓起来。这里还有一个烟灰缸，相信以前是 fabric 来的，前车主应该把它包去皮了。这里还有一些缝线哦。这个窗户开关很特别哦，很少车会有。中间有一个灯，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哎。
OK 啦，它的椅子很好坐一下，腰部支撑软的，发泡棉的也是软的，我这一个洞哦，窗户按键很特别啊。这个没有方向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就很熟悉啊，当年 Honda 的紫色灯的哦，白色的啊。我Type R就橙色咯。美国版那些啊，他们有 DCS Traction Control， 这个冷气控制真的是很有那种机械感啊，我很喜欢啊，很 direct 啊，知道是什么，就是烟灰缸一加按 push 啊，刚刚好，离合器很软哦，原装。好5速手排变速箱，我感觉到换了不水换了的东西啊，很实，对， ，Hard Race 啊没有啦，应该只是因为 Solid Type R 的关系，所以它这样子。 ，solid，Spoon 的挡刮头，加了3粒泰国的 DEFI 表哦。CR1 啊，哦，我的 Oil Dam 还有 Oil Press， 注意听哦，插钥匙的声音哦，太爽了！这个声音连续到 FD2啊还在有，这个声音很经典。来，我们来打着这一颗 B18CE， 看一下它声音。它那个 starter 一模一样，Honda 就是 Honda。方向盘可以上下不了，可能需要加一个再浅一点比较好加。换 steering， 换木根，应该要木根哦，啊，出来一点。不要想做木根。哇，还有音响。OK， 这样子吧，我们去试驾 ，Let's go。哦，还有的调的镜子，它是没有的自动锁嘛？有吧？哦，有啊。有这种。哦，还有的用电子调，一点点就走了。很简单，起步。是不是觉得那个整个油门很直接耶？这种 cable 的车很冲啊，跟 FB 很不一样。然后你脚一放松一点就唰开始，它就开始颤了。加习惯就好了。不过 Type R 的牙箱其实它的 ratio 很短的，对，它1号、2号、5号长吧，这算比较长啊。很快就上4号牙，上5号牙，真的很快啊！我觉得 DC2 的这个牙箱跟 EK9 最大的特点就是还是那个 Final Drive 啦，它是4.7，然后 EK9 是4.4嘛，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呀，加速起来哦，哇，有那个感觉，稍稍推背感。可能我 exhaust 啊那种进气啊没有改到太大声，做 rev max 啊可能会 miss， 有时候没有听到的声音。那你这辆车打95还是97啊？只是打97，打95会有一点 knocking 声的。还没有tune过啦，就这样。没有tune过，只是那些电子门啊调高了一点点，然后 timing 表啊对准啊全部。因为之前车主他们为了不要 knocking， 然后打95，他们调迟一个 timing。所以现在调准了就 knocking， 所以就要调那些电油门啊那种啊，全部要调。后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VTEC 是多少钱转开啊？这个4500就开啊。无边框嘛，一个时代到了，硬化了，塑胶会漏水啊，会漏水对，就算新也是会漏，他们讲，我看到都会漏一点点，它不会太多啊。对，好车就还好。哇，100、3000出一点哦，跟 EK 一样啊，开 VTEC 声音啊。好，来了，还没有改过 cam 啦，所以它的声音不会太大明显，但是至少我听到，不知道在荧幕前你们听到吗？我再做多一次，Type R 就很高，10100转才。exhaust 大声，反而一直听到 engine 声，很爽一下。engine 声对，纯粹的那个慢低一下，那个声音很沉。没有听过18C啊，18CR 我没听过啊，我没有听过，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不懂。第一次加 B18，哦，你也是第一次加 B18哦？第一次，全部都是16我也没有加。16跟 K 哦 ，B 仔还有一个 B20啊。哦 B20啊，对，你的表弟那个Head B16哦，那个很大声，那个好像是中级啊，那个已经是。
因为大力 piston 了啊，我们来做一个领带摆试一下啊。耶，做不到。快一下哦。 OK 快哦了，有力，有力，调过了，有一点的，力是有，也是很顺，很力。对，有 LSD 哦，等下有 SD 1.5那个，很快一下，一下就到1800了啊。就开始有那个风声了，160过后，这辆车没有人讲什么隔音啊，哈，对，什么拍照啊是已经不符合现在年代了。以前是完全不理了。现在阿夏都好过它，我觉得。然后它的风声就，毕竟还是无边框的门啊，可是到了差不多180才来声音的话，就也是还控制的不错一下。170这样子啊，160的，其实这辆车哦，如果以 Type R 来讲啊，V18C 跟 V16B 之间的分别是它的 piston 跟它的 cam， 所以它的 piston 一样大力的，只是 V16B 是1600嘛，V18C 是1800嘛，piston 是一样大力，可是V16B EK9那个呢，它比较 high compression 一点，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cam 也比较高，所以当年玩 V18C 的人哦，很多去选择 upgrade 去 EK9 的 piston 还有 cam， 这样来改。更可以提高马力啊 ，of course。是你要想哦，一个1800载啦，有一个200P 已经是很厉害了。秒干很多德波车，当年因为德波当年很 lag，没有做得太完善。加上这辆车 Integra 跟 Civic 用着一样的悬挂设置所以它前后都是双 ABS 的，所以它的过弯啊。是我跟你讲，Honda现在已经是没有在丢那个本钱做车脚了，以前是真的很棒，头剪啊，好像玩Go Kart这样，4个 individual 的 suspension。油门我需要再习惯一下油门，它油门好像反而要踩比较多踩到很顺。这还会很爽的，还会 OK 哦，还会 OK， 还会加一下跑啊，跑完，那个感觉就很有了。然后多一点点车，有一点点车辆各来各去，哇，更好玩。这辆车身重在1100公斤这样吧。我想讲不够潮，不够潮，对，没有声音，没有不够激情，速度与激情。有试过 reverse gear 会开 VTEC 吗？没有。要 try 吗？要听下 VTEC。关了 compressor， 加多5匹马力，我们去。关了 compressor 差很远。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油门要大力踩下去，动，才能做到 hill 都完美。对，它的那个油门感觉好像很慢，其实这慢起来。哪里？这有。gear 哦，原来不是，它的里面可能 rubber 没有了，老化。LSD 这辆车因为带马压箱。我会跑一下那个，可以跑的。椅子不够好。一个 SRT 可能就够了。哇 ，SRT 那个 SRT 就有那个味道啊。它原厂的那个 Recaro 蓝色，好像黑蓝色这样的离心度啊。不要来啊！不要来啊！我叫你跟
逼啊！哇，恐怖一下这车，哇，真的硬了，哎呦，水温 OK，谁问了？ OK 我换一个这样大的水箱应该没问题吧？就是因为换了那水箱，那个extractor 的 cover 装不下。42mm 嘛，那个厚度，厚一下。啊，lorry。哇，我喜欢它这样打声音啊，来开始。现在高转一点，要不然低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低转没有感觉， Yeah 而且有一点轰不起来，啊，有一点低转的话，感觉到它的特点就跟泰瓦差不多，就有开 VTEC 跟没有开 VTEC 那个油门响应又不一样。开 VTEC 的时候，你点一点油门，它比较有感觉。对，它比较，你做补油的时候，你就很明显 feel 到。啊，泰瓦也是这样。耶，我们到了这边了，哈哈。下个影片要干嘛呢？上山呢，听 VTEC 咆哮声就够了啊！我是尽量不讲话了啊。讲真的，开这么多车里面呢，我还是很享受这种老款的，真的有 VTEC lifting 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麻烦点个赞。好了，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啦，Goodbye。